如你所示就好，不必如我所愿。倒霉！我今天只是晚了20分钟下班哎，没想到正好赶上这趟人最多的晚高峰地铁了，真的好挤呀！哎，算了，反正抱怨也没用，我明天绝对不加班了。哎，你到家了吗？是我，已经回家了吗？今天工作也很累吧？那为什么不怪我这个不负责任的搭档，让你额外接手了太多工作？我和你一样，都是最近辛苦了。今天典礼结束之后，
我没有逗留就回来了。早点回到酒店，就可以早点和你打电话，听听你的声音。终于快到回家和你见面的时间了。首都最近变天了，天气有点冷，我很想你。怎么了？我是说你，刚才磕到哪里了？过几天就会有淤青了，到时候碰一下也会痛。你自己还总是忘记它是怎么来的。我记得冰箱里还有冰块，稍微敷一下就会好很多。想起来了，应该是前几天我从书柜里找书，无意中把这些很久之前的材料也翻出来了。后来的工作和出差安排得太紧，还没来得及重新整理好放回去。好，原本应该是明天一早的，但未名大学首都校友分会的负责人因为这次颁奖典礼得知了我的行程，特意盛情邀请我去参加一场校友活动宴会，说是难得在首都一见，希望我去做做分享什么的，态度和言辞恳切，不好拒绝。所以最早也要明天晚上才能飞回威明市了。那你今天也早点休息吧，晚安，好吗？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那就等我回来吧。如果过几天泛青了，就像之前一样，再帮你拿热毛巾敷一敷。
怎么还没？怎么还没休息？我身上冷，不该这么急着抱你的。好。压到你头发了吗？昨天是磕到这里了吗？还疼吗？昨天睡得有点晚，困吗？我都知道。看，这几天没有我在，你也没问题的。是啊。最近我们确实都很难有什么休息的机会。昨天活动现场，有位叫顾恒的校友来找我攀谈。他介绍自己，现在是剩余建工集团的法律顾问。按照他的说法，是公司分管战略发展与 ESG 的副总裁派他来联系我的。他们想设立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基金会支持公益，希望有机会同我合作。到目前对方表现出的态度很诚恳，不仅邀请我亲自牵头，还直接许诺会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事业。问题就在这里，愿景层面的提议不具备任何参考性，我和你有同样的顾虑。不过毕竟当时时间有限，沟通下来也只是初步了解。接下来还是要多花些时间评估和跟进。如果对方真是有志于公益，想将 CSR 纳入企业战略，并且能保证团队的专业和独立，那合作无论是对律所发展，还是对建立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公益平台，都是很有利的事。总之，还是先持谨慎乐观的怀疑态度吧。这件事不急，眼下我们还是继续推进和未名大学的合作要紧。各位同学，下午好，我是左然，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对特弥斯与法学院共同打造的律师实务公益课程的支持和期待，我们都看到了，感谢同学们的信任。在法学理论
法律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法学院的老师们能够帮助大家在课堂上和科研中奠定坚实的法理基础。而在未来这段时间里，希望来自律所的优秀律师们能为大家带来一线的实战经验技巧、行业洞察与法律理解。所以在系列课程正式开讲之前，今天的首场宣讲恐怕只能算作热身。可惜法学浩瀚，而时间有限。作为主讲人，我选择先与各位探讨一个最贴近现实，也最体现法律温度的主题——公益法律援助。法律在理论上承诺人人平等，但在现实中，经济、知识、时间成本，这些诉诸法律的能力却极不平等，这导致了刑事正义下的实质不公。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律师具备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显得更为珍贵和稀缺。因此，当我们从事公益，本质上是主动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那些在司法系统中处于结构性弱势的群体。通过捍卫当事人权益，我们能矫正这种先天的不平衡，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承诺的实质有效性。我想大家都清楚，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需要反馈机制。公益案件常常触及法律模糊地带、系统性漏洞或新兴社会矛盾。通过对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关注和解决，我们都有可能揭示制度缺陷，推动司法解释的更新，甚至促成立法改良。律师的胜利，也往往能惠及整个群体，而不仅仅是当事人。正义、尊严、苦难、希望，法律在公益案件中同这些最根本的人类价值连接起来，这便是法律援助的意义所在。今天选择和大家分享这些，坦诚地说，确实有我的私心。这条路漫长而需要坚守，所以需要更多人的并肩跋涉。简而言之，现在有我们，未来则需要你们。不过理论之外，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有血有肉的现实。接下来，有请我的搭档特弥斯的优秀青年律师，来为大家分享公益计划发起以来在法院一线亲历的故事。学长学姐好，抱歉，可以再耽误您一点时间吗？刚才会上提问的同学太多了，还没轮到我们。哦，我叫林欣荣，我们几个都是法学院法律诊所的成员。当然可以，请说。其实，我当年本科阶段就是听了您一场校友分享会，才下定决心走法律这条路的。您今天讲的内容，让我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特别受鼓舞。但临近毕业，真正面临就业的时候，感受还是不同的。我们几个都有点焦虑。是哪些事情让你们觉得最困扰呢？如果愿意的话，不妨再具体说说看。是这样的，学长，我投了简历，也收到了一些律所的笔面试通知，在旁人看来，应该是最标准的路子了。家人觉得辛苦读这么多年书，就应该去赚当大律师的钱，就应该去卷，去应酬交际，否则就是浪费。
但我总忍不住想，这其实不是我学法律最初想做的事，可又怕现在做出的选择会让以后的自己后悔。学长，看着我舍友拿了首都一家混血所的 offer， 年薪高得让人羡慕，说心里完全不动摇是假的。但我自己也在律所实习过，感受有些幻灭。平心而论，我不太喜欢那些工作内容和人际关系。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纠结什么，我只是想问问学长，应该怎么坚定地做出关键的职业选择呢？其实我们很敬佩学长的优秀，这么多年能够同时在商事和公益领域都做到顶尖。但学长的路径我们没办法复制，就算自己真的想平衡理想和现实，也受限于能力、心性和资本，没有办法实现。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能像我这么真诚地分享困惑。其实很多人会把商业法律和公益诉讼看作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但以我的经历来看，它们更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商事案件中锤炼的逻辑缜密度、证据把控力和谈判技巧，会成为面对复杂公益诉讼时最强大的武器。反过来，公益案件所需要的共情能力，对社会基层问题的深刻理解，也会成为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这样在提供商业方案时，就能更多地考虑到人的因素和长远的社会影响。不过，比起这些客观的大道理，我更想说的是，大家辛苦了。带着这么优秀的能力和素养，却要站在这个十字路口面临复杂权衡，这很不容易。时代给年轻人出了共同的难题，有任何犹豫和焦虑都是正常的，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我们谈论理想和现实，但在我看来，在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人之前，你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能让自己安心和快乐的人。如果家庭的期望、现实的压力让你感到沉重，那么就选择一条能让你先站稳脚跟，获得力量和资源的路径。至于公益的心，它永远不会被一份工作定义。大家的善良和理想主义，会体现在你如何对待每一个案子和每一位当事人上，而不是单纯的职业标签上。可是学长，如果我拼尽全力，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普通律师，在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中变得麻木。甚至有一天，我发现这条道路并不适合我，发觉现实和想象有巨大差距，选择离开法律行业。您觉得这是失败吗？不，相反，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你深思熟虑后选择离开，那只是意味着你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了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战场。请多给自己一些宽容和时间。其实人的职业生涯很长，足够让你们以自己最舒适的方式抵达真正想去的地方。陈老师，您来了。好，我刚在旁边看了半天，这群孩子们今天可算是追星成功，得偿所愿了。当初在学校就那么出名，毕业后又迅速在业内崭露头角，现在法学院每一届学生都在把你当榜样呢。老师，您说笑了。很久没回来看您了，您一切都好吗？放心吧，快退休了，我正乐得清闲呢。
老师知道你忙，也偶尔和安华教授询问你的情况。上学那时候就没怎么见你放松过，更别提现在了。前段时间知道你又获奖了，我还和其他老师聊起你，大家都感叹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学生。我现在还记得，指导你做第一个法院案件的时候，就感觉你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人。当年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后，你一头扎进田野调查里好几个月，每次来找我提问，也都是冲着我的研究方向来的。毕竟在研究弱势群体司法可接近性这个领域，您一直都是著作等身的先驱。我那时在学术上还很青涩，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要感谢您当时的不厌其烦。如果那篇论文也能叫青涩的话，法学院的评价标准可就要重新制定喽。不怪我记忆深刻，实在是实证研究做得太漂亮了，体量、理论深度和创新性也优秀的让人眼前一亮。那时我就想，这个年轻人，无论是留校培养后任教，还是去做自己想做的律师，都一定是法律界未来难得的新锐人才。果然不出我所料，后来每次看到你的消息，我这做老师的心里都很骄傲。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好像一点都没变，一直都在坚持做同样的事。不过，小然，这些年应该也很辛苦吧？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好孩子总是要比别人更辛苦的。其实，我也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远远谈不上辛苦。谢谢老师，让您挂心了。确实，老师知道你一向内心坚定，能力也很强，不会被其他旁支的事情影响。但年纪大了，总忍不住像这样多唠叨几句。刚才宣讲会上，我也坐在最后一排听完了整场。宣讲的逻辑和条理清晰，能快速切中要害。你们都不愧是出色的律师，作为搭档也相辅相成。谢谢你。我也很为自己有这样优秀的搭档而感到荣幸。这么一看呐，到底是和初出茅庐时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怎么说也还是带着点学生气，总是一脸的认真严肃。现在我看小然更多是经过现实淬炼，更成熟稳重，也更从容了，内蕴奇光。陈老师好，学长学姐好。教了这么多年书，看着这些年轻人，还是觉得充满希望。真期待以后他们之中也有人能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好律师。
怎么一直这样看着我？不如让我来猜猜看。我猜，我们在想的大概是同一件事吧。如果你是在惋惜那些错过的时光，那我也一样，一样好奇你过去的日常，好奇你具体的生活细节，也会想象你在学校里那一天的样子，和现在有什么不同。是啊，这条路是从食堂去教学楼区的必经之路。记得每次一到上下课的时候，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我突然想起来，本科大2那年，有门很枯燥的专业必修课，就是在晚课时间3节点上。当时还是秋季学期，白天越来越短，每次上课时窗外漆黑一片，大家怨声载道。课还没开始，就接二连三的打哈欠。因为3食堂离得最近，我那个学期总是习惯在每周课前这个固定时间去2楼的面食窗口。一学期下来的结果是，之后在校期间，我再也没去过那里了。前面就是学生超市了。我记得那个外带窗口，好像会随着季节变化出售不同的食品。春天是青团，夏天是超大杯特色冰淇淋，秋天是糖炒栗子，冬天是烤红薯和冰糖葫芦。现在看到这些，果然还是有些怀念。其实硕博阶段，我就开始忙于实习、实践和研究了，总是跟着老师处理案件，没有太多完整体验校内生活的时间。不过仔细想想，就算是当时在校内的课余时间，大部分也都花在了图书馆和体育馆，好像没有那么精彩。我吗？我过去习惯在早晨去东操场跑步，因为人很少。一周里至少要抽3、4个晚上去体育馆游泳，特别是大脑很疲惫的时候，专注于每一次划水和换气的状态，有点像冥想。耳边只有水流声和自己的心跳，是我很喜欢的放松方式。周末偶尔会抽出时间去打球，有时和朋友结伴，有时和自来熟的陌生同学一起。至于图书馆，我当时很喜欢去8楼的阅览室，直到我常去的座位旁边放置了一台打印机，它卡纸的频率很高，思考的时候总会被它咔咔的声音打断。我后来才离开了那个位置。其实我好像很少为考试本身担心，但看不透书本、分析不出案例的情况也常有，遇到的话也会觉得有些头疼。你呢？那时休息下来，也会去体育馆吗？
那个辛苦的期末周，最后拿到你想要的成绩了吗？故地重游，聆听回忆，好像也是置身其中的一种方式。这样，就当我也在你曾经的故事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吧。现在看到这些，果然还是有些怀念。其实硕博阶段，我就开始忙于实习、实践和研究了，总是跟着老师处理案件，没有太多完整体验校内生活的时间。不过仔细想想，就算是当时在校内的课余时间，大部分也都花在了图书馆和体育馆，好像没有那么精彩。那个辛苦的期末周，最后拿到你想要的成绩了吗？好的，我明白。仲裁委立案了。别担心，我们之前都已经梳理过它们存在的系统性安全隐患问题了。材料老化不是偶然，剩余件工为了节约成本，在全项目多个标段重复使用本该报废的旧脚手架组件。工人们也多次反映踏板踩上去发软。但过去管理层都以不影响使用为由，置之不理。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暂时让自己松口气吧，相信我们前期的工作就好。我先去开车，你收拾一下，晚5分钟再下楼吧。是个陌生号码。左律师，我是顾恒，冒昧深夜打扰，还请见谅。你来了。没事，不过是剩余建工收到消息后来施压而已，事情已经解决了。顾恒暗示我在这个案子上通融一下，别伤了双方的和气。这样，他们那边愿意出让更多利益，可以推动合作尽快落地。是啊，刚好碰上他们竞标项目的关键时期，意味着这件劳动争议案很可能引发信任危机。不过他们今天这么急切地来试探原则底线，也算有些出乎意料。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样也好，让合作谈判终止来得更快了。怎么了？
你又看到那些人说的话了，对吗？没关系的，那些评价伤害不到我，别因为我难过。不是还有你，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吗？而且我真的很担心，你这样继续仔细看下去，迟早会挑出我大学笔记里犯下的错误。想不起来具体是什么时候写的了，有点无病呻吟吧。其实像那天宣讲会后的学弟学妹们一样，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还没有走出象牙塔的围墙时，总是会去构想更久远的方向，把一路怀揣的美好愿望当作理想。我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相信唯有通过法律这样一套公平、透明、被严格遵循的程序，才能最大限度地限制恣意妄为，保障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平等的尊重和考量。可后来我才意识到，未经现实淬炼的只是幻想。法律所承诺的公平正义图景，只是一种应然状态，与法律的现实运作效果之间存在永恒的张力。因为现实中的法律无法摆脱权力结构、经济不平等与个体局限性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我试图弥合，却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人穷极一生也无法达成的目标。世界会忽然喧嚣，和我相同及相悖的观点混淆成轰然巨响，分贝高到听不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赤诚的追求会被视作某种不切实际的天真，也对黑与白之间大片的灰缺乏准备。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孤独，明白崇尚的信仰和秩序其实只系于一身，一念之差就会不堪一击。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但我还记得自己写下这句话时的天气。那天黄昏，隔着脏污的玻璃、雾霾和灰蒙蒙的云，我看见燃烧的太阳，昏黄还是血红，我说不清楚。它顺着天幕流淌下来，挂在高高的枝桠上。它不像太阳了，我不知道它像什么。那时我有点害怕，在踏上一条路之前，本能的畏惧。我想追问自己理想的形态、分量与价值。我想知道自己对要面临的困难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吗？可后来我知道了，它像尚待孵育的蛋壳，沾满年节的荣誉、灰尘、雨渍，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但里面的雏鸟终究是要高飞的。之后我要往哪边走，风就要往哪边吹。那时我想，万一还有人像我一样，那终究有一天
理想主义，就会落地为更长久的制度性力量。打定主意，就不动摇。所以到现在为止，这句话我只写过这一次。谢谢学长学姐，今天我又学到了很多。不用客气，这起案件能高效顺利的推进，其中也有你的很大功劳。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用更务实高效的调解路径，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快最实在的利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实践经验了。其实我今天觉得，法律援助不仅仅是提供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更多人知情权和谈判的底气。每个受援人都是鲜活的人，背后是一个个家庭，能帮到他们，真的很开心。我想，或许我之后还是会选择公益律师这条道路的。不过像剩余建工这样的企业，希望他们内部也能被敲响警钟吧，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新闻？多部门联动，强化建筑业监管，劳务分包乱象成整治重点，安全责任落实将重点督查。企业所处的监管环境正在收紧，像他这种把风险和成本都转嫁给弱势群体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受到重点关注。不久的将来，也肯定还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更大代价。树的年岁总比人要长久，无论隔了多久，他们都在这里。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在大学的时候，因为那台打印机，我离开了习惯的图书馆座位吗？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在学校林荫道尽头的那幢文道楼里，有一间常日无人的教室。后来在校自习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窗外正对着一棵高大的樟树，在那几年，陪着我度过了无数安静沉默的时光。一个人，但我并不孤独。总有些时间是需要一个人扛过去的，直到可以和自己和解为止。毕竟那个时候的我，还不能做到像现在这样成熟。我渴望收获认可，渴望锚定方向，更迫切地渴望成长。我不畏惧男人的平庸，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对抗存在性虚无。我需要埋头努力，看清我距离想要成为的人还有多远。但因为家庭和父母，我的成功和顺遂仿佛都有所依仗。哪怕是大学阶段，环绕在身边的也不只是鼓励和赞誉。可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愿再分出多余的精力辨别外界的声音。不过我同样认为得天独厚的资源、教育和事业是责任的一种。我比太多人幸运，
所以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独享，也无法对苦难背过身去。虽然我知道，在很多人眼中，我从未平庸过，过度谦辞会惹人生厌，但当时的我的确时时刻刻都自知不足，所以就要花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努力之后，就不再有遗憾。如果希望把世界变得更好，就要先身体力行的去做。对了就庆祝，错了就进步。君，君子端方，这是你给我的评价吗？现在的我竟然也贪心的希望，这个词能被当初的我看到，或者有人说给我听。当时的我，也有给自己写过座右铭，只是远远不及你的动听。去做，去做就好了。好。我应该不会记错的，当年我就在那里，4楼最靠边的那个窗口。这里的香樟树去年被砍掉了。砍掉？为什么？哦，去年这棵树患了病害，当时请了专家鉴定，说已经无法挽救，还会对行人构成安全隐患。所以学校在经过公示后，不得已把它砍伐了。啊，原来是这样。谢谢你，我们知道了。我没事，只是有点遗憾。原来长久的生命也会来不及和我告别，来不及和你相见。哎，这样的，我这个姿势可以吗？啊，就这样，别动别动，特别好看。我们再一起拍一张。李航，你过来帮我们拍下，看好光线啊！来了来了，你们准备好啊？3、2。那是左然学长和学姐吗？啊，在哪里？哎，等等，我看到了，好像真的是哎。学长学姐好。大家好。
今年的学位服换了新款，所以已经提前发给我们了。最近天气很好，4月也还没那么忙，所以大家就都提前来校园里拍照留念了。那学长学姐今天回校是有事要忙吗？这样啊，那学长学姐要不要也一起拍张毕业照留念呢？我看行。据我所知，学长学姐毕业时间可不一样哦，一定没有一起拍过毕业照吧？啊，好巧，我们刚好也是法学院学生哦。不嫌弃的话，学姐可以穿我的学位服来拍照。我们的拍照技术也绝对可以放心，怎么样？怎么样？还有李航，把你的学位服也借给学长一小会儿，可以吗？好嘞，没问题。你愿意吗？好哎，那让我来拍。学长学姐放松一点，可以再靠得更近一些啊。这个姿势很好，很可爱。来看我这里，3、2、1。我抓拍了好几张，先去那边挑挑看了。毕业快乐。我可以拥有这个荣幸吗？如你所示就好，不必如我所愿。你有你的名字、个性、思想和悲欢，在殷殷期盼中诞生，走属于你自己的路，值得爱与被爱。而我才是你生命里的那个意外来客。我们能在人海中相遇，你的存在与出现，就足以让我感激。你的自我已经足够真实和完整，所以不必成为他人期许中的任何投影或幻象，只做你自己就好。因为我爱的就是你本身，是你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的一切特质。但如果一定要给出寄语的话，我想说，我希望可以永远像这样站在你的身侧，以任何不同的身份，学长、搭档，或是爱人，会如此自私地渴望同你的命运相连。因为在你的视线之中，我会无数次感到幸福。当我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接纳生命中的疼痛，原来依然会有一个人为我过去的故事而动容，多么幸运啊！在艰辛的理想之外，我也终于拥有了理想的爱人。
这样吗？那我能不能选择和你一起扎根？早上好，该起床了。哦，屏幕有点暗，是我这边光线太亮了吗？看来还没醒透，眼睛都睁不开的话，就再闭一会儿吧，能听到我说话就行。其实早晨出门前看到你睡得这么香，我纠结了好一会儿。明明觉得我们出差总算要结束了，你多睡会儿可能更重要。但昨晚又答应了要叫你，没办法对你失信。这样好不好？你暂缓半小时，我正好把这些东西买完。半小时后我打给你，那时候我们再正式起床。嗯，想说什么？不着急，我暂停。不想挂断吗？好，困也别这么用力的揉眼睛，我陪着你聊聊天就能慢慢醒神了。嗯，我现在就在酒店附近的那条步行街上。原本想自己做早餐给你吃，可惜酒店没有你爱吃的食材和合适的烹饪工具，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来看看有没有当地好吃的特色食物可以买回去。嗯，我现在已经买好了新鲜出炉的黄油面包，还有当地特色的招牌点心。嗯，闻起来很有食欲。咖啡、牛奶和粥，都是你平时喜欢的口味和品种。看你今天想吃什么。不管你选什么都不会浪费，剩下的我来解决。嗯，现在看起来好像比刚才清醒很多了，声音也清亮了不少。好，那就先这样，你先慢慢起床洗漱，我很快就会回去了。